我青梅竹马艾弗里，约翰逊的叔叔奥斯卡自杀了。死前，有人在他抽屉里发现了数百封未寄出的情书，每封信的收件人都是我。所以，当人生重来，妈妈问我是否愿意嫁给青梅竹马艾弗里时，我摇头，毅然选择嫁给他的叔叔奥斯卡。我藏着一个秘密，我重生了。上一世，我选择嫁给了青梅竹马的艾弗里，然而婚后，艾弗里却经常不回家。后来我怀孕大出血，他因初恋斯特拉洛克一句我家停电了，我好怕，就抛下危在旦夕的我离开。最终，我和未出世的孩子因失血过多而死。我死后，艾弗里一滴眼泪都没流，甚至抱怨我的死影响了他和初恋的旅行计划。当我奇迹般再次睁眼，重获新生，回到了妈妈问我愿意嫁给谁的那天。阿曼达·布朗，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你和艾弗里从小一起长大，确定要嫁给他叔叔奥斯卡？面对妈妈再三确认，我始终回答，是的，我确定。好，只要你真心爱他就行。爸妈这就去为你们筹备婚礼。妈妈比我更心急，当天就去找奥斯卡商量，得到肯定答复后，立刻冲向婚庆公司预定户外场地。刚定好婚礼场地，艾弗里就打来电话，他语气充满不耐烦。阿曼达，你还要不要脸？当初逼长辈定下婚约的是你，现在又偷偷去订婚礼场地，你一个女孩子有没有羞耻心？就这么恨嫁？阿曼达，你这恨嫁的贱样真让我恶心。我抿紧嘴唇，停顿片刻后解释，艾弗里，我这辈子从没想过要嫁给你。我想嫁的人是……但他没给我说完的机会，冷笑着打断。阿曼达，学会欲擒故纵了。我怎么早没看透你的心思？就算你婚礼准备的再完美又怎样？我爱斯特拉，这辈子只娶她。我的心完全属于斯特拉。你卑微的样子只让我恶心到极点。说完，他直接挂断电话，留我咽回未出口的解释。算了，反正他很快就会知道，我要嫁的人根本不是他。我家与约翰逊家是世交，很看重这种传统关系。我和艾弗里在同一个家属院长大，是真正的青梅竹马。那年圣诞节后，双方父母按旧俗为我们定下婚约，但上一世，他突然提出退婚要另娶他人，我坚决不同意，闹得不可开交。虽最终如愿嫁给艾弗里，婚后他却很少回家。我好不容易怀孕，他却搬去和斯特拉住，除了家族聚会几乎见不到人。临产时，家族长辈逼他回家，但回来的第一晚，我们就发生激烈争吵，导致我大出血。我害怕极了，哀求艾弗里送我去医院，可斯特拉一个电话就让他离开。最终，我和未出世的孩子双双身亡。我可怜的孩子甚至没机会看这世界一眼。我死后，艾弗里连葬礼都没参加，直接带斯特拉去度假。我父母伤心过度，郁郁而终。家产最终落入艾弗里手中，他与斯特拉儿孙满堂，白头到老。上一世，我选择嫁给艾弗里，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这一世，我绝不能再错，必须守护真正爱我的人。定好婚礼场地后，妈妈催我选婚纱。奥斯卡·亨特已在国外选好婚戒，由国际著名设计师设计。因他在海外谈生意不能立刻回来，特意送来黑卡作为补偿。我预定了圣诞最新款婚纱，今早刚空运到货。店员来电请我去试穿，但刚走进婚纱店，就看到艾弗里坐在休息区。他抬头看见我，立刻皱紧眉头。你来干什么？我轻声答，是婚纱。或许我表情过于平静，他愣了一下，随即嗤笑。阿曼达，世上没其他男人了，非我不嫁。我盯着这张熟悉的脸，嘴角泛起苦笑，实在无法将眼前男人与当年我肚子疼时背着我冒雨狂奔的艾弗里联系起来。自从斯特拉出现，他就不再是那个小心守护我的艾弗里了。幸好这一世，我终于不用再和他纠缠。我平静地看着他，冷淡回应，艾弗里，我说过不嫁给你。
你说的对，世上男人多的是，我不会再缠着你了。说完径直走向婚纱展示区，没再多看他一眼。但没走几步，艾弗里突然拽住我手腕，语气严厉：阿曼达，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挣扎想甩开，但他握得太紧。我无奈叹气：艾弗里，你想怎样？我说这辈子绝不嫁你，不打扰你们，不正合你意。他冷眼瞪我，故意选今天是婚纱，说不嫁我。他瞥向试衣间，眼神充满爱意。斯特拉才是我唯一爱的女人。死心吧！我昨晚已向家族提出退婚，就算全家反对，我也要不惜代价娶斯特拉。艾弗里说的代价，不过是放弃约翰逊家给他的一切。他自己开的公司虽小有成就，但和约翰逊家族企业相比，不值一提。我礼貌微笑，轻声道：那就祝你们幸福。放心，我很快要嫁别人，婚约自然不作数。我示意艾弗里松手，他却死死盯着我不放。阿曼达，又玩什么把戏？不嫁我还能嫁谁？手腕被他握得生疼，我眼圈发红。这时斯特拉走出来，他故作惊讶：艾弗里，你们在干什么？艾弗里立刻松开我，冲到斯特拉身边，想牵他的手。斯特拉下意识躲开，他马上会意，柔声说：我去洗手间仔细洗手，等我。斯特拉与我对视，他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与得意。这时我才发现，他竟穿着我预定的婚纱。跟出来的店员焦急喊道：洛克小姐，这件婚纱已被人预定了，请您看看其他款式，今早刚空运到几件新品。斯特拉怒瞪店员，语气尖刻：我未婚夫是约翰逊家未来继承人，和你们老板是好友。我未婚夫说我看中什么都能试，他买得起。再说只是预定又没买，我为什么不能试？他恶意转向我：对吧，阿曼达？婚约都能退，何况一件婚纱？店员这才注意到我，快急哭了：布朗小姐，对不起，今早刚到货，我没来得及收好，就被洛克小姐试穿了。我不想为难店员，何况我也不想要别人穿过的衣服。我对店员不在意的笑笑：没事，洛克小姐喜欢就让给她。今早你们镇店之宝也到了吧？带我去看看。我拍拍包里的黑卡，既然未来老公这么想让我花钱，就成全他这次。艾弗里正好出来听到我的话，他冷眼看我：阿曼达，别丢人现眼了行吗？我说了要娶斯特拉不是你，何必自取其辱？知道镇店之宝多贵吗？1000万，你买得起？我微笑取出黑卡递给店员：不用试了，直接包起来。转身离开时，身后是艾弗里震惊的表情和斯特拉嫉妒的目光。当晚，我和奥斯卡视频通话，这是重生后第一次与他面对面说话，我有些紧张。我们约好他回国后第二天早上去民政局领证。虽即将成为夫妻，我还是觉得有点好笑，毕竟我们几乎算陌生人。艾弗里紧接着打来电话，质问我：阿曼达，你哪来钱买这么贵的婚纱？该不会背着我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今天在婚纱店故意针对斯特拉是吧？警告过你别骚扰我未婚妻。这几天忙婚礼是想逼我娶你吧？告诉你，无论做什么我绝不会娶你。刚和奥斯卡通完话的好心情被艾弗里破坏殆尽。我恼火至极，直接回呛：艾弗里，最后说一次，我要嫁的人不是你。他快把我逼疯了，可无论怎么解释他都不信。那晚，艾弗里更新脸书，本月18号和初恋领证，欢迎各位好友见证幸福。真好，他们要领证了。巧合的是，我和奥斯卡也约了同一天领证。艾弗里这几天忙着和斯特拉拍婚纱照，没再打扰我。领证当天，我穿上千万婚纱，在民政局门口等奥斯卡。想到他等会惊讶的表情，我轻轻微笑。我特意等艾弗里和斯特拉进去后才下车，不想重要日子横生枝节。但没想到还是躲不过。阿曼达，是你吗？身后进来的男人叫了一声，立刻引起前面排队的艾弗里一行人注意。天，今天吉哥和嫂子领证的大日子，
你穿这么正式，真是敬业舔狗，穿婚纱追到民政局。听到动静的艾弗里走过来，见真是我，他脸色一沉，轻蔑地喊：阿曼达，你在这做什么？穿成这样，就这么恨嫁？以为这样我就会娶你？要是这么想就白费心机，我绝不会娶你。要娶只娶斯特拉，说着搂住斯特拉，挑衅地看我。我无语又好笑，坚定说：告诉你了，要嫁的人不是你，我穿这样更不是为你。我未婚夫马上道：请离我远点。他朋友们哄堂大笑，嘲讽我为嫁艾弗里不择手段，说我把舔狗做到新高度。阿曼达，玩欲擒故纵我们看腻了，别做梦了，吉哥马上和未婚妻领证。这么恨嫁，随便挑我们一个。说实话，我还想试试被吉哥舔的滋味呢。艾弗里嗤笑不屑：你们对这么无趣没味道的女人感兴趣？算了，谁想要谁领走，白送我都不要。听到艾弗里侮辱的话，我怒火中烧，抬手要扇他耳光，却被他抓住手腕。我狠狠瞪他，眼中燃着怒火：艾弗里，你听不懂人话。我说了，今天要嫁的人不是你，我想嫁的从来也不是你。他不怒反笑，残忍得意：阿曼达，谁信？5岁就说要嫁我，每年圣诞节都为我疯狂，甚至逼婚。现在说不嫁我？好啊，那你说你打扮这样为谁？这么久了，人在哪？我从他掌心抽回手，脸颊涨红。他羞辱的话让我眼圈发红。这时，身后响起低沉嗓音：艾弗里，放开他！